张大铁这个小老头，他不相信圣诞老人。你说谁能想到张大铁第一次见到圣诞老人，他给人唱了一首苹果香。他爸为了给孩子守护一个圣诞老人的美丽童话，很努力。可是面对这么一个顽固的唯物主义斗士，竟束手无策。张大铁从小吧，他就没过过圣诞节，也没见过圣诞老人。但是他姐翟奥达在加拿大的时候呢，他奶很在乎这事儿，所以翟奥达对这个事儿他很兴奋。那为了满足这个孩子的童真，我们寻思也可以安排一个圣诞老人。但是呢，怕孩子看出来，大胖媳妇最后就找了他一个朋友，假扮圣诞老人来我家给孩子一个惊喜。结果张大铁第一次见到圣诞老人，所有的反应都在意料之外。家里有人吗？你们的圣诞礼物来喽！上门口就行。这圣诞老人说他从芬兰过来，给他们带来了礼物。张大铁说：“那你是外国人，你会说英语吗？那我考一考你。不用。你说个长的，你说个长的。”他居然还捅过他姐，让他姐问圣诞老人：“你来中国办签证了吗？”圣诞老人说：“我是圣诞老人，所以不用办签证。”张大铁认为这很不合理。不对，我去加拿大都要签证。妈妈说我还被拒签了，你怎么不被拒签？不被拒签？反正张大铁就是完全不买单。确实，这个圣诞老人也是有点太简陋了。于是大胖媳妇决定必须他亲自上阵。没想到试圣诞老人的衣服的时候被翟奥达给发现了，父女俩讨论了一下，就达成了共识。翟奥达呢就装不知道，给他爸打掩护，目的就是让张大铁相信一次圣诞老人，就算是完成了一个小孩见到过圣诞老人这个童真的梦。于是晚上孩子们都要睡觉了，大胖媳妇各种礼物也准备好了，马上变装，每人都有礼物。我的礼物我很满意，修了一口国内刚上市的新品抗皱精华，敢说灵感源自肉毒项目，人家都有真本事。看这个弹纹数据，大胖媳妇都想用，说是模拟抗皱项目，动态表情纹加顽固皱纹加干纹细纹一锅端，眼纹法令纹算是有救了。大胖媳妇给我发信息说她准备好了，我就说，哎，孩子们你们听，外面是不是有声音？翟奥达说，哎，那不会是圣诞老人来了吧？可是张大铁却找了一根棍子，如果他是坏人，我就削他。翟奥达告诉弟弟，这就是真正童话故事里的圣诞老人。然而张大铁关注的全是现实主义问题。你咋进屋不敲门呢？你咋不穿尿呢？你穿短裤了吗？就穿个短裤，多冷！你太热也太红了耶！你属蛇吗？你是不是本命年吗？我太奶也是本命年。你踩小人了吗？你咋不说话呀？圣诞老人不会说话，这扯。你家里人跟你一起来的？圣诞老人没有家人。没有老伴儿啊。那我给你唱首歌吧。流星借雨海上来，白杨千树吧，千树吧。他看圣诞老人没反应，告诉他姐，你给他唱英文歌。你先唱那个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All the Bell。大胖媳妇看这个架势再待肯定露馅，摆摆手道别就跑了。你待会儿呗，咱俩家吃点呗，咱俩家吃点呗。哎，你们想看俺家俩孩子直播卖爹吗？上野街。刚才我带人家一家人去找我一个朋友，然后我那个朋友他正好在直播带货，我们全家就在他直播的现场等了他1个多小时，就看他直播。结果出来之后，翟奥达跟我说，这活我也能干。我说你拉倒吧，直播带货这个事儿，人家是需要有专业的团队、流程、话术的。大胖媳妇出来了，说我们观察了他们1个小时，基本套路我们都已经掌握了。就现在我就能带着孩子模拟一场直播。翟奥达和张大铁都跃跃欲试。我说那你们卖啥呀？我想看看。俩孩子看了一圈，说卖他爸。我说来吧，我很好奇，我看直播带货你们到底看懂了几分？但是家人们啊，我补充一句，这纯是一个孩子们的小剧场，就是模拟演绎直播。孩子们不能直播，我也不卖大胖媳妇。首先不得不说，分工和任务都非常准确。翟奥达让张大铁给他当助播，煽动情绪。张大铁说啥意思？翟奥达说就是重复我说的话的最后几个字。家人们，今天我们就买一个产品啊，就买一个。它原产地在北美，现在在中国很受欢迎。受欢迎。3、2、1，上街，上野街。家人们听我说，它特别能吃，有了它，你家里不怕剩饭，不怕剩饭。有了它，吃不完的饭菜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不好吃的零食不要丢，别扔。长毛的水果不要倒。长多少毛？感谢张彩玲送来的保时捷，爽。感谢张彩玲送来的时尚机，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谢谢家人们支持。这么多礼物啊，还有这吗？不是咱自己刷的，自己刷。刷礼物、摆赠品都拿捏得非常到位。当然了，大胖媳妇一直在旁边指导，她居然还知道告诉孩子，摆赠品的时候不能一下子交代老底儿，必须一个一个加，问观众够不够，这才能营造悬念，烘托氛围。那我们的产品一天到底能为你消灭多少食物呢？正常的一天就吃这些，对不对？在这个直播间，我再给你加几个汉堡，5个，对不对？够吗？不够，再来，够吗？不够，双击字。今天在这个直播间，家人们听好了，我还送上3个烤冷面，肉炸烤肠双档双
长大。当然，张拿铁当主播也有重复失误的时候。还有什么呢？还要加课程长大。别说话，说话，说话。你觉得够了吗？他还能吃。注意了，家人们，1个奶茶，2个奶茶，够了吗？够了吧？你说不够？不够。来，3杯奶茶。No。放在这，1、2、3。我认为啊，他们的观察非常精准，非常聪明。我有时候看这孩子随机应变、机灵劲儿，不服不行。都说0到3岁前的1000天是成长关键期啊，拿铁喝上飞鹤星飞帆卓瑞，营养上那真是没话说。而且飞鹤作为连续5年销量 No.1 的行业老大哥，就俩字儿靠谱。家人们这么能吃的了，在别的直播间最起码得卖499，今天给家人们打折也得299。在这个直播间，我们跳了网、甩了骂、归来，只有99.9米。除此之外，家人们还有。在别的直播间这么能吃的，只给你100斤，100花了，但是我拿起来100花了。可能有的人会给你200斤，但是家人们，我给你这个数，如果还是不满意，我再送张彩玲抖音号。不让送，不让送。昨儿这丫头问我说：“妈，咱们趁夏天还没有过去，要不要谈拿铁那个大脑壳？”然后我问她为啥呢？她说：“因为今天我的汉语老师教了我一个词儿。”天热拿铁。我女儿虽然颜值不错，但是性格略显骁勇。作为一个东北丫头，最爱吃这个捡蛹子、啃猪蹄子，画面之野性吓跑了多少个倾慕她的幼儿园男子。但是呢，这个东北姑娘由于流浪雾都多年，忘了怎么用筷子了。她吃这玩意儿还非得用刀叉。还有她的衣品，不傻子，玩的就是一个普天同庆，就是撞色。还特别喜欢模仿他姥拍景点照，就是去寻找一种赫本农家乐的感觉。这么骁勇的孩子最近上学了，因为他说的铁岭汉语，人家别的小孩没听懂 ，emo 了，现在对自己缺乏自信，社恐了。我说闺女，这都不是事儿啊！当别人认为你的口音偏远，听不懂你说话的时候，唯一一个解决方式就是把他们全带跑偏。因为我们东北人其实一直不是改不掉口音，我们只是觉得自己没有口音。妈对你现在已经相当满意了，你是要智商有智商，要情商有情商，而且现在回国了，营养也跟上了。还有妈给你准备的爱塔美露原奶，超高 DHA 含量，我当时就是看中了爱塔美这个含量贼拉高。还有这个共生元组合，让你自护力更强，将来和你爸一样做个蹦床苗子。听着没，姑娘，自信很重要。到时候你就歘着你那帮小同学，在气质和智商这个领域，咱就是一个。那你我儿子张拿铁，爸爸是加拿大人，但是一句英语不说这个事儿，到底是因为啥？我心中其实有个答案，但是我没跟你们说，你们帮我分析分析，看有没有道理。我觉得啊，张拿铁压根儿就没把他爸当爸，甚至他都没把他当人类，他一直把他爸当成了一个宠物。我是有一定论据的，你们跟我细品。你们知道张拿铁1岁半之前是在铁岭跟我妈一起住，在铁岭这边土地上啊，他不但没听过说整段英文的人，就连那种就说中文咔嚓就加几句英文，就让我们来 check 一下他被子在哪儿，那类人他也没见过。然后突然间在拿铁1岁半时的一个初秋，他爸出现了，然后拿铁就从铁岭搬到了北京的一个新的房子里，在这个房子里就有这么一个白胖子。在拿铁的视角里，他不光长得不像个人类，他还不说人话，就一直在发出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。那是什么而在此之前呢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就是拿铁1岁半之前在铁岭的时候，我妈养了一条狗叫玲玲。玲玲的特点是白毛、很胖、爱叫、喜玩耍。然后拿铁刚认识他爸的时候吧，不管他爸叫爸叫名。有一次骑着大胖喜儿脖子下楼玩，拿铁就看着旁边有俩小孩遛着狗疯跑，拿铁就拍了他爸一下头说：“快跑 ，Jimmy！” 那个时候呢，我还没有产生这个联想。但后来有一次，大胖媳妇带着拿铁到楼下小广场玩，一群孩子都带着他们的爱宠围在一起。拿铁突然回头看了他爸一眼，说 Jimmy 握手，握手。他爸也没懂啊，乐呵就握手了，以为父子关系在逐渐亲近呢。结果拿铁说 Jimmy 坐。大胖媳妇说啊，谢谢拿铁，爸爸在坐着呢。我当时后背一身冷汗呢，我想说，该不会这孩子要的坐是用后腿那种的吧？用后腿那种的吧？哎，你们品是不是很有可能？当时拿铁心中的爸爸是一只前腿握手、后腿坐的爱宠。我就发现，其实拿铁对这个庞然大物啊，他是非常喜欢的，但是他选择和他相处的方式，完全是模仿我妈和玲玲的方式。玲玲胖，我妈怕她热，天一热就领她去那个宠物美容院，告人家说给搅光光，要不狗热。我家人都逗这个事儿，玲玲又要搅光光了，又要搅光光了。然后有一次在铁岭，我老公要去捡
剪头，带着拿铁去的。我老公汉语不好，到那叽里哇啦说一堆，人理发师也没太听懂，结果拿铁直勾的看着理发师，给 Jimmy 搅光光，搅光光。我的这个观察和猜测啊，作为一个秘密被我尘封了。我觉得大胖媳妇如果知道自己老带着儿子下楼玩，其实是被儿子溜，心里可能挺难受。但也就1个月吧，拿铁跟他爸熟了以后，就不让他爸表演握手了，明白了那是爸，但是依然坚决拒绝用英语沟通。我跟大胖媳妇说，你如果想打破这个文化壁垒，那只有你把汉语学好，没别的招了。我说你曾经因为不说汉语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，等你老了我再慢慢跟你说，你都行过去。你可以用我们的语文。这套书是新华出版社和猿辅导联合出版的，跟着新华社的文章感受一下人家怎么用的汉语。听说现在还行，你跟着写作的书学学写，咋找灵感，咋动笔，咋用词儿。阅读书也把每周要读什么给规划好了。所谓嘴笨手笨，都是脑子里储备量不够，听不懂的直接老师给你讲。但是我发现吧，大胖媳妇确实是在学汉语，但是他复习知识点的方式非常另辟蹊径。比如他老接着诈骗骚扰电话，但是他就是不挂。人家说先生，您在我们的平台上获得了多少多少的提现额度，您如果下载什么什么什么，您就可以什么什么什么，从而享受3年内免利息、减免部分贷款等政策。他就搁那哇啦哇啦说一堆，给骗子都唠疯了，诈骗犯都不适应了。这个用户不会是要给账号信息了吧？结果他这边呢，就跟咱们小时候练英语听力似的，他就逮着一个词儿听懂了。哎，我听懂了那关联词从而，你给我打电话，从而骗我钱，从而我报警，从而把你抓去，把你抓去。